皇上在哪儿呢？哎，在里边。说你是铁齿铜牙嘛，你还神机妙算，和珅还真来了。乾隆查案时不小心中了尼姑的美人计，被对方迷晕后就被关进了地牢。可是醒来后却发现纪晓岚正搂着一名美女睡大觉。乾隆一气之下便想搜寻狗洞，尽快离开这个伤心地。然而纪晓岚却告诉他，和珅等会就会来营救咱俩的。乾隆闻言只好耐心等待。随后纪晓岚便让赵青将他发现的科举舞弊之事说了出来，让乾隆知道和珅是如何勾结地方官贪污受贿，并在这所尼姑庵内秘密交易的。可是没想到乾隆不仅不相信，还指责纪晓岚胡乱诬陷。赵青见状急忙替心上人打抱不平，表示纪先生可是一心为公的。你纪先生是好是坏，他有多好多坏，朕比你清楚。要是纪晓岚说的，朕都不加思索的引为实证，那天下百姓就知道有纪晓岚，都不知道有乾隆皇帝了。与此同时，和珅在得知乾隆被抓后，深感大祸临头，急忙让贪官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去公布科举榜单把事情做实，另一路赶往尼姑庵杀人灭口，而他自己则是去营救皇上。然而总督闻言却不大乐意。何大人，咱们收的银钱珠宝都在了凡那儿，是啊，把他杀了不就白干了吗？再说他要是预先留有证据的话，那咱们不就招啊？所以才让你去呀。和珅知道美女主持是敏德的老相好，所以故意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来办，这样既可以把银子搞到手，万一出事又可以把罪责推给敏德。然而美女主持早就料到贪官们不会放过自己，便用提前准备好的空箱子试探对方的反应。敏德一拿到箱子就立马吩咐手下找个没人的地方将了凡给埋了。可是当他打开箱子后却大惊失色，急忙命令官兵将尼姑带回来，只可惜手下却告诉他了凡已经被处死了。和珅得知此事后也只好自认倒霉，跟敏德交代了几句便急忙去营救皇上，这让乾隆不得不佩服老纪的料事如神。为了验证纪晓岚的举报，乾隆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模样询问几人，为何那个美女主持一定要把自己和纪晓岚关进地牢。和珅急忙把事情全推到地方官身上，而敏德则是表示这个贼妮一直在此地勾引良家男子，他们本想等人赃并获之时再将其捉拿，不料皇上跟纪大人突然来此调查，让贼妮误以为事情败露，才劫持了圣上。也算是个说法啊。那我没什么说的了，纪晓岚还有什么说的？纪晓岚不想打草惊蛇，便没有继续追究下去。可是他刚一回去，小月就告诉他秀才们正在闹事呢。原来这科的榜单全是些不学无术之人，这让苦心读书的学子们无比愤怒。为了讨要说法，其中一人更是写下了左丘明两眼无珠，赵子龙一身是胆，以此来讽刺地方官公然蔑视国家法度，收受贿赂。贪官们见事情越闹越大，便将本场考试的解元叫了过来，让他出去后装疯卖傻，一直往河边跑，投河后自会有船来接应，这样就可以躲过这场风波。傻乎乎的公子哥信以为真，一出来就冲出了包围圈，没等学子们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跳入河中。等考生们散去之后，果然驶过来一条船。你是吴醒经吴解元吗？哎呀，快点救我！快点让我上去！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接应之人竟将他送去了东海龙宫。随后和珅就领着贪官们向皇上请罪，告诉他本场的解元被学子们溺死，这让乾隆非常震怒。这一科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不然那么多的秀才就不会大闹宫院。皇上，我点守地方，但是乡试的情形还是赵左二位更为清楚。和珅此时也跟敏德一样，把事情全推到了那两位小虾米身上，而贪官在慌乱之下只好嫁祸给纪晓岚。就在这时，纪晓岚突然带着赵青兄妹俩赶了过来，大大方方的承认了他就是带头闹事的人。乾隆于是询问和珅该如何处置老纪，然而何胖子却支支吾吾的表示不敢开口。说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奴才不是怕他，奴才觉得我们这位纪大人一向以清官自诩，那这次就干脆让他在众生员面前自尽，以平众怒。可是纪晓岚此时根本没有心情做口舌之辩，他恳请皇上跟众位大臣换上便装，跟他去了解真实情况。随后便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处妓院，赶快去把你这儿所有的姑娘们都叫来啊！瞧见这几位大爷没有？瞧见没有？尤其是这位啊，瞧瞧。脑满肠肥的样子，你看看身上的穿的衣服，都是腰缠万贯的主儿。